这是一座神秘的山谷，3000年前贯通欧亚大陆的草原丝绸之路从这里穿越，700年前一代蒙古大汗的铁骑从这里开拔。大小错落的巨石堆，扑朔迷离的岩画群，高耸挺立的岩石柱，这里是什么部族的领地？他们又曾创造出怎样的文明？敬请收看《华夏传奇之草原巨石之谜》。三道海子，意思是有3个高山湖泊的地方，距离新疆乌鲁木齐700公里，隶属于新疆与蒙古国交界处的一个边境小县城清河县。今天的山谷是哈萨克族牧民的草场。每年冰消雪融后的夏季时节，这里是他们的游牧天堂。当他们挥舞着皮鞭，驱赶着牛羊和马群从山谷里穿过，他们或许很难意识到，就在他们身后，这些大小错落的巨石堆，还有雕刻着奇特图案的岩石柱，正述说着一个远古文明的秘密。2007年7月21日，摄制组联合专家考察队开始向山谷进发。这是一次前途未卜的野外探险。历时半个多月的野外考古会发现什么呢？王明哲研究员，新疆考古所原副所长。1959年从北大考古系毕业后，一直在新疆从事考古工作。是新疆野外考古的元老级学者。早在30多年前，在当地牧民的指引下，他第一次考察了3道海子的巨石堆。早上从山下出发的时候，从老干出发的时候，细雨霏霏，非常凉爽。9月10号嘛，非常凉爽，细雨霏霏。往山上走，7点多钟从老干出发。越往上走啊，就变成了这个鹅毛大雪；再往上走，就变成了冰雹。这是一次让王明哲先生毕生难忘的野外探查，在他当年的日记上还记录着考察的经过。第2天，天亮了，太阳也开始出来了，我们出来一看。大概我们当时驻地点在哪里？反正是帐篷，现在当然也记不住了。反正就是这一块哪个地方帐篷，就看见这个东西了，巍峨的大柱，那心里高兴得不得了。但是30年前的那次发现，只能算是一次匆忙的野外考察。3道海子巨石堆仍旧是一个考古学上的未解之谜。今天，当我们重新审视这座巨石堆，它的规模依然让人震撼不已。它高耸出地表15米，直径90米，石堆用大大小小的石块垒筑而成。在平坦的山谷间，如此木然伫立的巨石堆，一时间让人无法理解它的存在。它的创造者是谁呢？它的用途又是什么呢？
在专家们历年对周围墓民的走访中，曾经搜集到一个流传最为广泛的说法。当地牧民世代传说，这是一位伟大君王的墓葬。他统帅的帝国曾经开创了一个英雄的时代，他的子民尊称他为大海一样伟大的君王，而巨石堆便是安葬他的亡灵。这样的说法无疑让专家们倍感惊喜，但更多的却是疑惑。在距离三道海子巨石堆几公里远的一片山林里，考古学家曾经发现过一片类似成吉思汗大军营帐的遗址。居住遗址、帐篷遗址。这个木头是从这这个木头是从这滚过去的，这个有痕迹和木头大小基本上差不多的。遗址位于一个山坡上，用巨木和石块垒筑起一个个平台。随队专家根据遗址上松树的树龄推测，遗址的年代大约距今700-800年，这正是蒙元时期的距今年代。虽然遗址的年代可以大致判断，但关于它的建造者仍旧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。摄制组开始寻找新的证据。就在三道海子巨石堆的东北方向，专家们曾经寻找到一条成吉思汗西征时期的军用大道。那是一个征服者称雄世界的时代。史籍记载，成吉思汗曾经6次率领蒙古大军西征，他的帝国就此创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版图。摄制组在向导的带领下，开始了本次拍摄中行程最为艰难的探访。越野车几度抛锚，最终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，摄制组开始徒步攀爬。终于，在蒙古国边境，一条荒草掩映下的苍茫古道隐约出现在眼前。当地牧民将古道的所在地称为卡曾达班。应该是在哪个方向？卡曾达班。卡曾达班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名就叫卡曾达班。卡曾达班蒙古语那叫宽阔的大道，达班呢当然就是说一个山脊的意思。西征大道穿越山脊的铁丝网，由新疆贯通到蒙古国境内。在我国建国初期，这条大道还曾是通达蒙古国的一条商贸要道。我们和蒙古人呢也交流过，他们也讲的呢，就是说，哎，说过去呢这条还是个通道呢，在60几年的时候呢还是个通道呢，说也是沿着这条大道。史籍记载，成吉思汗是在攻打西夏国的时候病逝的。西夏距离新疆路途遥远，而且当时帝王的埋葬习俗首要考虑的是陵墓的隐蔽性。三道海子如此张扬的巨石堆，似乎从常理上也很难将它与亡灵联系在一起。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，专家们在巨石堆旁发现了一些关键的证据。这是一些远古先民留下的遗迹，他们的年代更为久远。如果巨石堆是传说中的成吉思汗亡灵，那它的年代不超过1000年。而专家们发现的这些证据远为古老，他们将巨石堆的身世指向了更为遥远的年代。聆听1000年的回响，那是从恐龙到鸟的亿万年的转变，那是中华第一龙血脉喷张的呼啸。拂去历史的沙土，探寻地宫中的宝藏，穿越青铜器上的刀削斧砍，去聆听历史的心跳。华夏传奇带你感受1000年的印记。在巨石堆底部和周围，专家们发现了一些奇特的柱状砾石。
它们形体巨大，不是轻易能够搬动的。更重要的是，砾石上刻画着大量动物纹饰和抽象图案，巨石堆的身份之谜，或许就隐藏在这些神秘的图案背后。概括起来，这些柱状砾石上有这样一些常见的图案：3道斜杠、圆圈、珠状线条、动物纹饰、工具类图案。正是这些图案，让巨石堆周边的砾石有了确切的考古学归属。研究草原文化的学者对这类砾石早有发现。由于上面最常出现的动物形象是野鹿，他们称之为鹿石。在近几十年的考古探查中，大量的鹿石在欧亚草原上不断地被发现，它的分布地域非常广泛，几乎涵盖了欧亚草原的大部分地区。那么这些鹿石究竟产生于什么年代？它的主人是谁？当年的用途是什么？它与巨石堆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？吕恩国先生，新疆考古所现任研究员，常年从事边疆地区的野外考古工作。他又会对鹿石与巨石堆之谜提出什么样的见解呢？在他看来，鹿石应当是古代宗教信仰的体现。3道斜杠象征着巫师的五官，圆圈是耳环，珠状线条是项链，动物画像则是部族的图腾。对于吕恩国先生的见解，摄制组的随队专家又有自己不同的观点。底下呢，它那个这好。张志尧先生，原草原丝路研究所所长，常年从事与草原丝路相关的文化研究。在他看来，鹿石上的图案虽然也与原始巫术相关，但应该代表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含义。3道斜杠代表着天界、人界、地界，珠状线条是天界和地界的分界线，圆圈代表着太阳。中间有个链呢，我认为呢就是天与地的一个界，奔腾的鹿去追寻温暖的永生的太阳，都有这样的一个强烈愿望。但是无论对于这些图案含义的解读有何分歧，在对鹿石的年代断定上，他们都有着一致的看法。证据便是鹿石上刻画着一些有着确切年代的工具，这些工具曾经大量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的墓葬中，而且鹿石上出现的野猪图案也隶属于那个特定年代的绘画风格。就这种站立的野猪，前边特别大啊，有獠牙的这种形象的野猪，是公元前7、8世纪。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年代的，其他年代绝对不是这个德行。而更重要的是，刻有工具和野猪图案的鹿石，在所有鹿石种类中是年代最晚的。比它更早的鹿石，距今年代预计在公元前13世纪。专家们据此推论，3道海子巨石堆既然是与鹿石并存的文化现象，它的年代理应与鹿石同属一个时期，应当也是公元前13世纪开始兴建的遗迹。专家们的考察至此已经完全推翻了牧民们的传说。从年代断定上，巨石堆比成吉思汗生活的年代远为古老。但是公元前13世纪，这是距今3000多年的一个时期。当时古中国的中原地区正处在商代青铜文明的巅峰，距离如此遥远的边疆草原，又会是谁的领地呢？但是，
当我们把时间往前追溯2000多年，这里无疑是早期原住民的天下。那时候民族尚未形成，人们以游牧部落的形式分治而居。研究草原文当年这支强大的部族常年活跃在阿尔泰山地区，曾经为争夺当地的黄金矿产与周边部族发生了激烈的战争。而研究古代玉器的专家还考证出，当时的商王朝为了开采新疆玉石，还与独木人部族进行了长达3年的征战。那么，这支强大的原始部族是否就是巨石堆的主人？他们营造一座如此庞大的巨石堆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
曾发掘过几十座石堆墓。当然，这些石堆墓嘛比较小，一般就是2米高度左右，1米到2米左右那个高度。那个底盘吧，大概也就是40米左右吧，30-40米左右。这样子我们挖了20多。发掘过的石堆墓虽然规模很小，但它垒筑的方式和外在形制都与巨石堆如出一辙。据此推论，石堆规模的大小反映的或许只是墓主人生前地位的不同。这样的大石堆墓，是谁能够建得了？又是为谁起作用？毫无疑问，只有王室的力量才能够动员人把这个东西建起来。研究草原文化的学者张志尧先生也持有相同的观点。他同样认为，巨石堆庞大的规模只是表明它是更高规格的墓葬。如果我们对三道海子独木人部族的猜想得以成立的话，巨石堆或许就是当年部族首领的亡灵。但是结果真是这样吗？吕恩国先生有完全不同的观点。吕恩国先生认为，要破解巨石堆的身份之谜，最关键的切入点是探究古人的宗教信仰。就是做这个三海子这种建筑的这些人，应该在实际上通用都要早期游牧民，就中亚早期游牧民。他们当时主要信仰三买教。三买信仰在世界范围内，就在古代的时候，它是非常流行的，也是最早的宗教形式之一。萨满教是中亚早期游牧民最神圣的原始信仰。他们认为，世间有2个世界构成的，上天是神灵的世界，人世则是世间万物的家园。而每天的祭祀活动是他们原始信仰中不变的主题。这2个世界的，就是人和神是没办法直接沟通的，就是人讲话神听不到，神说话下达不到人跟前，必须有一个萨满巫师在中间做中间人。作为沟通上天和人世使者的萨满巫师，在原始部族中享有崇高的威望。在原始宗教信仰的神秘气氛里，先民们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祭祀活动。为了更好地传达上天的旨意，他们将部族的图腾鹿的形象刻画在石柱上，并且将它们抽象成飞翔的形象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要动员部族的力量，垒筑起高高的祭祀台。原始先民相信，这样的祭祀仪式必然能够获取上天的感应，并得到上天最正确的指引。当我们将众多的遗址和专家的观点摆放在一起，三道海子的巨石堆之谜似乎依然没有得到破解。它究竟是墓葬还是太阳神殿？专家们谁也无法说服对方。毕竟，围绕着巨石堆还有太多的谜团没有解开。但即便这样，巨石堆和它周边的遗迹依然向我们昭示了它们丰富的远古信息。我们可以断定的是，在距今2500年前后的那个年代里，
在遥远的三道海子巨石堆周围，曾经生活着一支神秘的原始部族，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信仰，而在这种信仰力量的驱使下，他们建造了欧亚草原上最庞大的一座巨石堆。2000多年来，这种久远的部族文明依然通过他们当年的宏伟建筑得以传承。但关于这些历史信息的破解，似乎与世界上众多的远古文明一样，他们还在等待着一个神秘的开启时。